大家好，我是大伟。你会甩手吗？一个好的甩手功啊，不仅仅能让你快速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更能够你做上一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让你的身上发热。有很多朋友平常身体寒身体也不爱出汗，通过我今天教的这个甩手功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上面一阵一阵的暖流，非常的舒服。今天我要教你这个甩手的动作，3分钟就能锻炼到你的全身，而且你只要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好了，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到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认真看。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你看我的腿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手上的姿势很重要。你看手往后抓就像抓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注意看。然后我的手往后抬到后面抬不上去的，往内扣一些让我们的肩胛骨保持绷紧。把这个基础姿势摆好了以后，记住一个口诀，就是手背始终向正前方。你看此时我的手背就朝着正前方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脚后跟抬起，身体重心向前，把手往上举，举到最顶端的时候，你看我的身体像不像一张被拉紧的弓这个弦是绷紧的。然后我们手要转，你看手这样一转过来，手背朝前下落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后压，所有的力量集中到我们的后腿。好，回归一个自然状态，再到我们的起始姿势来走。1，走快一点；2、3、4，你看身体是往后压到后面以后，自然的你看落下来它这个落你根本不需要用很多的劲很多朋友去甩手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很多朋友甩手这样甩这样甩的话呢，你的这个力量根本达不到，没有一种这个力量一下子下来的感觉。你按照我这个姿势去做，你会发现你这个力量是贯穿着下来的就一下子就卸下来了。来，我们再把这个姿势再讲一下你看手这样这个基础姿势像抓着一个东西，往后抓着东西一样。好，来，整个人呈这样的姿势，来，脚后跟抬起，手往前，把我们的手送到头顶以后，往后，整个人绷紧的转手腕，手背始终朝着正前方，然后身体往后，手顺势下沉，吐气来，再来。正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来，大家注意，在空中手腕要转，落下，这个动作你做的时候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力量的，因为什么呢？它的柔韧性需要你非常的好，你要整个人完全打开以后，你这个力量就能一下子下来。如果你做的时候，比如你的身体非常的僵，做完以后打不开，你会发现这个力量甩下来的时候是在某些点就被卡住了。不过这样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身体打不开，你的经络可能不通。但是随着我们每天进行练习，逐渐的把我们的身体打开以后，你再去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就是特别的酣畅淋漓，整个身体做完以后特别的舒服。特别是你做完以后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全身热起来以后你这个身体灵活度包括打开的一个程度都会非常的高。然后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比如说我们做的时候你看刚开始我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然后我们做上一个30下以后，我们把这个步伐再换过来也一样的也一样去做，只是换一个步伐。好，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我前面讲的细节是非常的细，因为这个动作你如果不抓细节的话，只是简单的去做，你是达不到这样好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你必须要把整个动作它的一些细节全部抠进来仔仔细细认真的去揣摩这些细节的用意，你才能把这个动作给它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在别人那点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今天的视频。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糖高了以后啊，不免心里面就一阵焦虑。空腹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饭后的时候有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就发现自己的数值啊居高不下。有的时候啊不放心，自己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看到照片，哎呀，心里面避免不了一阵担忧。那么糖高的朋友有没有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我教你一个道家的斗功，帮助你把它拉上来。道家的斗功叫做什么？叫做百念不如一斗。这个斗功啊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咱们糖高的人啊平常去练习。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说大伟，我平常啊每天运动个30分钟、50分钟行不行？我的回答是说行。你记住，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运动。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答案要去运动，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运动累。你坚持30分钟，坚持50分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天天去做。而且很多人运动啊，他对场地有要求，他没有这个条件啊。比如在小区里面啊，有很多的车在那边走啊，在这个操场啊，一下雨啊，刮风下雨啊，又影响出行，2、3天一中断，自己啊就不想去练了。这个没办法，每个人啊他都是有一定惰性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道家一些古人啊就把这些东西啊已经融入进去了。所以呢，斗功它对场地是没有要求的，而且你在抖的时候，每天啊2到3分钟就行，保证的时间短。时间短并不代表着它不好，而恰恰是因为时间短，它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把这个糖啊给它去化掉啊。所以呢，你去跟着我练一练，坚持一个7天，你就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啊来讲动作，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斗功是有要求的，手上要向内打转啊，就这么向内打转，你们每天跟着去练。记住，很多朋友在这里啊，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特写啊，不给大家全身的？因为很多朋友会做反，他向外去打转，这样不行。斗功啊，身体坐直，手就要向内去转啊，这么去转。转着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手就像鞭子一样，你看挥打出来，这么去挥打出来。你要找这种劲啊，把这个抖劲给打出来。为什么？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参与，其实你的很多肌肉是参与在里面的。你肌肉在参与，它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就是糖。啊，我们把这个动作练好，慢慢的晃一晃，感觉这个手每抖出去一下，有一个劲打出去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全身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腿部的动作。腿部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站姿啊，腿不要完全并拢啊，微微的分开一些就行。微微分开以后，你看侧面看一下，正面看一下啊，这个脚的距离。然后呢，我们的膝盖啊，来回的，你看来回的弯曲，轻轻的弯曲啊，就这样。你先保持住，慢慢的把这个频率加快，你会发现当你的频率加快以后，身上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抖起来了。看到没有？你看我的手放松，在下面就开始晃起来了。这个就是抖功的精髓。慢慢的，当你感觉到你的这个频率，哎，手有抖动感了，好，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 OK 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膝盖有伤害啊？你放心啊，我们在做的时候慢动作演示，它对膝盖没有伤害的，因为你整个做的时候，你的膝盖虽然在弯曲，但是它的角度比较好。二个就是说你在弯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不受力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只要感觉到身上有微微抖动感觉的时候，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觉到腹部也有微微的抖动，这个时候频率就够了，适合自己的频率。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手参与进来。手怎么样？手和腿要搭配起来。刚开始可以稍微慢一些，慢慢的把手抖起来，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手上。手上这个劲啊，要把它打出去。手上的劲把它打出去以后，腿上来回动啊。从正面看一下，手放松，身上放松，来回动，来回动，慢慢的你这个整个力量就开始贯通起来了啊。做起来以后就不费劲啊，非常的简单。看起来是在扭啊，你看起来我是在扭。其实我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啊，浑身都在抖，浑身都在抖，这就是道家的抖功。每天做上一个2到3分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动作很轻松啊，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你对你的协调能力啊是一种考验。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习惯，慢慢做完以后就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抖的时候，你看这个抖的时候频率只要快一些。
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每天就这样抖，抖着抖着身上就开始发热。很多朋友经常你看到了这个夏天，手和脚还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的，你就这样做一做，对于我们整个循循环环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咱们在家练一练，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这个心跳比如说我抖着抖着，我开始喘了，怎么办？我就慢慢的去做，然后这个心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速度变快一些。就这样去抖，每天多抖一抖，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做，坚持7天到14天，就会发现不一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忘记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睡眠不好的人现在可以说是太多了。咱们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一到晚上头就开始炸了。为什么？到了晚上以后，自然就要睡眠。年轻的时候可能眼睛一闭一睁就到天亮了，而年龄大了以后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朋友这个脑子当中不断的去播放这个小电影，一直就停不了。有的朋友眼睛一闭就开始想事情，想着明天准备什么事今天发生什么事就这么想着，然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要知道，睡眠不好对于我们无论是身体上面还是精神上面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问题。身体上面就不用说了，一个人如果拥有好的睡眠，他的身体自然而然不会太差。而一个人如果说睡眠都不好，我们的整个里面的合成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睡眠不好意味着你里面的一些坏的东西就出不去，好的东西呢也没有办法合成出来。所以睡眠不好，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一天比一天差，而精神上面呢是更加复杂。睡眠不好最受冲击的就是我们整个总司令。你会发现睡眠不好的人很容易丢三落四，讲话的时候这个逻辑思维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容易记忆力时好时坏，这都是睡眠不好。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咱们很多睡眠不好的人听到我讲的这些话可老有话题了，非常的共情，因为他们自己就这样。其实呢，在很早之前我就去拜访过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在我们这里非常有名80多岁，可以说是神仙伴侣的。基本上从院上退下来以后没什么事，就是种种花养养草，而且平日里面最喜欢去研究一些古籍当中的一些内容。他们两老是基本上没有失眠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个小法宝。是什么法宝？就是一种香味儿。你没有听错，一种香味儿。在以前的这个书籍当中就记载着一种方法，叫做闻香疗法。什么叫闻香疗法？就是这个香味能开我们的一个窍，香味可以不通过我们的整个这个系统脾胃系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特别是对于我们精神类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香味特别是对上去了。说到这里我感觉很多朋友听完以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什么香味什么精神上面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当你瞌睡的时候，咱们都有瞌睡的时候，你闻着一些辛辣的一些物品你会发现精神头一下子就起来了。特别是有的朋友就是经常开货车的这些大车司机他困着以后他有的时候拿着辣椒就往鼻子这边是吧钻一钻闻一闻，他一发现一闻发现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那么如果说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就当你很烦躁的时候，把你去放在一片花海当中，你闻着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叫做什么？古语当中就写得很明白，叫做闻辛，辛辣的辛，而精起来了。闻香而静，你看短短的这8个字就把闻香疗法涵盖在其中了。这对老夫妻他不仅对这个香味非常的痴迷，而且呢还钻研了古籍。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就是由4味中草精华组成的。这种独特的香味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你只要一闻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它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然后整个大脑当中就会顺着这个香味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这个香味我还查了大量的这个文献当中都有写明白，这个香味它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去更加容易分泌一些让我们睡觉的一些物质，所以呢你闻着这个味道人就静下来了。那么这个4种是什么呢？其实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檀香、合欢花、夜交藤、薰衣草，就这么4样。
把它1:1的磨成粉末，装在香囊当中，它们之间混合而散发的这个味道，就能让你安静下来。而且呢，你经常闻着这个味道以后，它不仅能让你安静，在睡觉的时候更容易，同时呢，你闻着这个味道，你在晚上睡觉过程当中啊，还会让你的身体啊，就是更加容易的进行修复。说白了，就是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变得更久。我当时呢，从这对老夫妻当中啊，就拿着了这几个香囊，我把这个香囊呢也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获取。这个香囊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放在我的枕头边上，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依然能闻到里面的味道是非常浓郁。这个香囊当中装的就是这4样啊，我们讲的这个薰衣藤啊、合欢花、夜交藤啊、这个檀香这4样。那么它们混合出来的味道啊，是淡淡的清香，带着一些中草的味道。然后你闻着以后啊，你像现在我闻着以后，慢慢的只要眼睛一闭，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而且我把它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他们用完以后啊，就把它放在床头。有的朋友啊，原来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闻着这个香味以后，一会儿就静下来了，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这种纠结，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睡着了。这个香囊呢，其实用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准备3到5个，就放在床上的一个床头放一个。我们的枕头旁放一个，然后呢，床上的这个高处的，比如说衣柜，我们悬挂一个房间里面3到5个，只要让这个房间当中形成了这种中草的清香味，你每天进入到房间当中，整个人心里面心情都会好，心里面静静的。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家人朋友们用完以后都竖大拇指。有的朋友都是5年、10年的，说大伟感谢你这个方法真的是我好久没有尝试过睡得这么香了。而且呢，我自己去用的，然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会带上一个智能手表，手表呢现在它上面有个功能，就是检测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我发现我如果说不用香囊的话，深度睡眠的话，大概在每天晚上3个小时。如果用上香囊以后，大概能到4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将近增加了25%到30%，你们自己去用一用就知道。这个老夫妻就是凭借着这个香囊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你看现在80多岁的年纪的思维非常清楚，一说话一点都不含糊，整个脑袋当中这个记事都是非常清楚，逻辑思维能力非常清晰，其实就是归功于他们的睡眠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法宝。那么这个香囊的用法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你自己也想试一试，但是没有时间准备的话，就直接在下面的橱窗获取这个睡眠香囊，每天晚上就带在枕头边，睡着闻着这个香味就行。咱们一定要记住有的时候方法真的是大道至简，方法用对了，很多一些问题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腿被誉为咱们的第2颗心脏，我相信这句话很多朋友以前看一些电视节目当中甚至短视频当中都听过这句话，但是真正了解的并不多。我们讲的小腿为什么重要？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来讲，你的跑步、你的走路、你的蹦跳都离不开小腿。小腿它发力了以后，才能让我们整个人往前走，有一个推进能力。其次的话呢，就是小腿当中它穿行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进字开头，后面带一个迈字，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小腿它结构比较特殊2个肌肉一收缩，这2个肌肉叫做腓肠肌它一收缩就会压住我们这个小管子，像一个泵一样把我们红色的水往上去冲，这就是小腿当中的一个结构。所以呢，你会发现小腿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你们自己可以捏一捏自己的小腿。如果你的小腿捏起来，它的感觉是比较有弹性的感觉还是比较有质感的，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你的状态是比较棒的。反之，如果你的小腿就这样自己去捏一捏，松松垮垮的，一摸起来就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什么质感。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的这个泵它可能的工作的状态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它不理想呢，那我们这里的压力会不会变大？那一样会变大的。所以呢，小腿这里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怎么样把小腿给练好呢？其实非常简单，小腿的锻炼很简单的，我们要从2个层面来说。一个就是要去练，把它练得更强壮，让它这个泵它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要去松啊，要把这个小腿啊，因为它经常走路，我们平常不怎么关注它，你会发现小腿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要去把它松开啊，一念一松，一张一弛，这样结合在一起，你的小腿啊就会棒棒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动作的演示。小腿的锻炼其实非常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的肚子啊千万不能挺出来啊，我们要把双手抱住腹部，把腹部向内收，像我这样，看到变化没有啊？双手抱住腹部，然后把我们的脚，你看左右颠啊，颠起来以后，利用我们的腰胯的力量转向一侧，就这么去颠，每天去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可以一手抱腹，一手扶墙，扶着墙这样去锻炼。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就保证了什么？我们的一个安全性。在练习到后面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动作练习稳了啊！你看我们每下抬下来的时候，慢慢的抬起来，慢慢的落下。当你感觉稳定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练习除了小腿以外，我们还要练习勾脚啊。每天没事的时候把脚往上勾啊。为什么要练习勾脚这个动作呢？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往往他的这个脚啊是勾不起来的。你看，比如说我去迈一步，迈出来以后，这个脚是搭拢着，即便腿能抬上来，但是脚是搭在下面的，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走一些啊，有一些门槛比较高一些的，他就是感觉腿抬起来了，但是脚一下子没勾上来，这个人一下子就怎么样跌倒了。这一跌倒你就麻烦了。记住，咱们啊已经不年轻了，这一跌倒，很多人啊一躺都是1年。在躺的过程当中，肌肉有个原则叫做用进废退，什么意思呢？你用它，它就会进步；你不用它，它就会退步。小腿也是一样，躺着躺着，你这个小腿啊就会越来越软，就像小海绵一样软绵绵的。你再想下来走路，走2步啊就特别的费劲，康复起来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练习小腿的时候，双手抱腹啊，然后呢，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安全性，进行左右的一个交替的这么颠啊，慢慢去做，不要急着很快。然后再练习我们抬脚尖的一个能力，把脚尖往上抬，在抬的时候能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尖是抬起来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走路的时候容易被绊倒这样的一个风险。最后呢，我们可以把2个动作结合起来，怎么去做？双手抱腹，然后你看，踮脚、抬脚转一侧，然后再颠，再回来，抬脚转，再颠，再抬脚啊，这么去做的话就很简单，是不是？每天把这个平行步啊，你看做起来，把脚这么一抬就非常好，小腿也锻炼了，我们的前侧也锻炼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腿锻炼动作。那么讲完小腿的锻炼以后，咱们还要去松。锻炼和松的比例大概是2:1，就是说你锻炼2天，松1天，1周松个3次就可以。怎么去松呢？记住一个词，叫做承山啊，承山一个穴。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教大家怎么去找承山，大家接着往下看。承山这个点位非常好找，咱们把4个手指往下去摸。触摸到我们的内足踝，你看这凸起的，明显凸起的我们内足踝的上缘，触及到它以后呢，把我们的手你看往后这么一转，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承山。看一下，在活动的时候，明显它是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一个中间啊。你看手往下摸，摸到你的内足踝，摸到它以后，大拇指往后一绕。摸到2个腿的中间，这个点就是我们的承山啊！你看这么一绕，摸到它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手，你看把它这么一握，握紧了，握紧了以后，把这个大拇指点进去，点到我们的承山里面，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把我们的脚就这样绕，点进去以后，把脚这样绕转圈啊，转上多少圈？转上一个10圈、20圈，然后反过来再转。啊，那么就在转的时候，就把我们腿上完全给它松到了。这一念一动的方法，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小腿啊完全打开。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坚持一个7到14天左右，你会发现小腿的肌肉啊慢慢的就结实了。再去捏一捏，不会像之前那么软绵绵的。这个方法啊，分享给大家，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大家感觉讲得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视频点上一个赞，把它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
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